每日中文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中文。在这里学中文其实可以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王宇。我是林珊。王老师，我最近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真的很有学问。我觉得可以用2个成语来概括一下：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也就是说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历史也非常悠久。哇，林珊，你的中文越来越厉害了。没错，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，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文化，确实有很多学问。是呀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挺难理解的。说实话，其实不难，这就是很多中国人从小习惯的一种交往方式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情世故。今天我们能不能好好聊聊这个话题？这个话题太实用了，没问题，我们就从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称呼开始说起。称呼，在美国的话，如果是同事或者老板，有时候可以直接叫名字，也就是 first name， 比如叫他 John。在中国，一般不会直接叫长辈或上级的名字，尤其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，听起来就不太礼貌了，会让人觉得你不太懂规矩。但在朋友或年轻人之间，直接叫名字是很正常的。如果我第一次去见中国男朋友的父母，可以叫他们的名字吗？那你可能连饭都吃不完就回家了。天哪，那如果真的去见父母，一进门我该说什么？你可以说叔叔阿姨好，第一次见面有点紧张。要不要带礼物？一定要，而且不能太随便。如果他们一直给我夹菜怎么办？你要说谢谢阿姨，够了够了，您太客气了，但不要真的拒绝太多。哇，这画面感太强了。那如果在公司里，我不小心叫了老板的名字，会怎么样？他嘴上可能不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给你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我明白了。也就是在正式环境里，要体现一种尊重和分寸感。那我应该怎么叫呢？很简单，一般来说就是姓加上职务。比如我的姓是王，职业是老师，所以大家叫我王老师。如果是经理，姓李，就叫李经理。大体是这个规律。那如果是普通的同事呢？比我大的可以叫老张、老李，比我小的可以叫小王、小刘，对吧？对，可以这么叫。不过要注意，这种叫法一般在比较熟的关系里用，不太适合很严肃的公司会议。老和小听起来既亲切又尊重。在街上遇到不认识的人，也可以用家人的称呼，比如年纪大的叫阿姨、叔叔。记住了。那王老师，如果我要给别人介绍新朋友，先介绍谁呢？一般来说，要先介绍地位低的人给地位高的人，或者把晚辈介绍给长辈。哇，这个顺序很重要。那如果在公司里互相给名片呢？递名片和接名片都必须用双手，接过来之后要认真的看一看，这体现了一种尊重。是的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我听说不能用红色的笔写别人的名字。对，尽量别用。在传统观念里，红色常用于标记死亡或不吉利的事情，所以一般避免用红笔写名字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绝对不用红笔写名字了。很好。对了，昨天我和几个中国朋友去吃饭，吃完饭，大家突然开始吵架，他们拿着钱大声说：“我来付，我来付。”不行，说好了我请客。哈哈，很多人都会这样，但这不叫吵架，这叫抢着埋单。为什么要抢着埋单？在西方，大家习惯的 AA 制 ，Going Dutch， 各付各的，谁也不欠谁。在中国，抢着埋单不仅是一种热情，也是一种表达关系、给对方面子的方式。虽然现在年轻朋友之间 AA 制也很正常，但是在长辈或者重要的聚会里，当面要求 AA 制，会让他们觉得有点没面子。那我作为客人应该怎么做？坐着等他们付钱吗？最好不要。如果你是客人，你也可以稍微客气一下，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能让你请客呢？我来付，我来付。”
然后呢？如果我真的付了怎么办？放心，一般来说，主人都会坚持埋单，不会真的让你付。最后还是他付了钱，你要非常热情地说：“太感谢了，下次一定我请。”下次我请，这句话我经常听到，可是有时候这个下次好像永远都不会来。有时候下次请你吃饭，可能只是表达礼貌，不一定真的马上会实现。哇，中国人的客套真的很难懂。其实客套的核心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面子，不仅要给自己面子，也要给别人面子，也就是给别人留条退路。留退路？比如一个中国朋友约你周末去逛街，你想拒绝怎么说？如果我真的不想去，我直接说我不想去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你可能下次就收不到邀请了。中国人一般不会直接说我不去。那他怎么说？他会说：“哎呀，周末我可能有点忙，我看情况吧。”哦，我看情况吧。其实这已经算是变相拒绝了，对吧？对，其实很多外国朋友觉得中国人不直接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是一种体贴，也是在给对方留面子。不直接说不，其实是为了不伤害对方。在西方，直接表达是诚实，在中国，委婉表达是体贴。我们来模拟一个场景，假设你正在面试，面试官问你，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？我可以说因为工资待遇比较好吗？哈哈，千万不要这么直接。那我该怎么说？你可以这样说，我觉得贵公司的发展前景很好，也很符合我的职业规划。哇，这听起来就很专业。再比如，面试官问你，你有什么缺点？这个问题太难了。你不能说我没有缺点，也不能说太严重的问题。你可以说，我有时候对细节要求比较高，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。听起来像缺点，但其实是优点。对，这就是一种聪明的表达。那如果老板叫你周末加班，你不去怎么办？不能直接说不去。没错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可以说，这个周末我可能已经有安排了，我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。哈哈，非常棒，听起来是不是舒服多了？是，说得很体面。你发现了吗？关键不是对错，是让人舒不舒服。你会发现，在中国，有时候你说对了，但方式不对，反而更糟糕。哇，这句话真是太精辟了。那如果别人做错了事，我可以当面批评吗？这也和面子有关。在中国，批评别人通常也会避免直接冲突，尽量避免在很多人面前当众批评别人。因为这样会让对方很没面子，下不来台，对吧？没错，如果有问题，最好是私下里委婉地提醒对方，这也是为了保护关系。原来如此，那面子还表现在被夸奖的时候吧？没错，比如别人夸你，林珊，你中文说得真好，你应该谦虚地说，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。哈哈，这种谦虚的说法太有意思了。对了，林珊，平时中国人见面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吃了吗？开始我以为他们要请我吃饭呢。对，现在多半只是打招呼，不是真的要请吃饭。除了吃了吗，长辈还喜欢问一些很吃人的问题，比如一个月赚多少钱，买房了吗，什么时候结婚。天哪，这在西方是隐私啊，我会有点不舒服。在很多长辈看来，这是出于关心。虽然有些年轻人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压力，但你不用生气，你可以模糊地回答，哎，工资不高，刚好够生活。学到了。说到关心，以前我的一个中国朋友送了我一个很贵的礼物，我当着他的面马上打开了，非常开心地说：“哇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”结果他看起来有点尴尬。哈哈，以前不太习惯当面打开礼物，现在年轻人之间其实挺常见的，但是如果马上打开，有时候会让人感觉有点不太自然。原来是这样。而且别人送你礼物，一般会礼貌地推辞一两次，然后再收下。你要说，哎呀，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哇，送礼物也是一门艺术，有什么大忌吗？千万别送钟表，因为送钟的读音和送钟一样不吉利。
也尽量别送鞋子、伞，还有礼，因为这些词的读音和离和散谐音。记住了。那我收了礼物要怎么做呢？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，回礼不一定一样贵，但一般会尽量表示心意。哇，这样一来，关系就会越来越近。对，最后这些东西都会在饭桌上体现出来。林珊，饭桌上有什么规矩？我知道，座位的安排，很多正式场合里，正对门的位置通常是主位，给请客的人或者长辈坐。然后是敬酒，和长辈碰杯的时候，你的杯子要尽量比他的杯子低一点。在有些地方，如果桌子太大，你可以用杯子轻轻敲一下桌子上的玻璃转盘来代替碰杯。这个小动作还挺有意思的。还有很多中国人喜欢用公筷给客人夹菜，表示热情，这和欧洲各吃各的很不一样。饭桌上还有一个大忌，千万不要把筷子直直地插在米饭上，因为这像在给死人烧香，非常不吉利。是的，别人在夹菜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转桌子，也不要在盘子里翻来覆去挑好吃的菜，要夹靠近自己的。总结得非常好，这些文化细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哈哈，真的太有用了。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吧。没问题。第一点，在称呼上要体现尊重和分寸感，不要随便直呼长辈名字。第二点，抢着买单不仅是热情，也是给对方面子的方式。第三点，委婉表达是体贴，拒绝老板要体面，批评别人要避免直接冲突，被夸奖要谦虚，长辈问私人问题其实是出于关心。第四点，收到礼物可以礼貌地推辞一下再收下，注意避开中、斜、散、离，而且一定要体现礼尚往来。第五点，饭桌上敬酒杯子要低，别人夹菜的时候千万不要转桌子，更不要把筷子插在米饭上。总结得太好了，大家如果要去中国或者和中国朋友交流，一定要记住这些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和分享。记住，学中文不只是学单词，也是在学一种和人相处的方式。会说中文不够，还要会懂人情。懂语言也懂文化，你才会真正融入中文世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